知道啦，我的关系有个再死不了的。哎，有没有跟姐姐说啊？裁缝店的事已经解决了。好啊，姐，你就不要念我了 ，OK？啊，就这样，拜拜。都跟佩佩说了些什么啊？有没有叫姐姐不用担心啊？说了，我要把宋雅夸到太空去啊，满意了吧？那人家真的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，值得夸。妈，你就是这样善变。你到底又想说些什么？我想说，你之前说人家没良心，现在人家华丽回归，就马上成了我们家的大恩人。这次宋雅高招，人家好心帮我们，还要被你讲。你这张嘴啊，我要跟你爸借针线，把他给缝起来。住！我为了帮你啊，我妈要杀我灭口了。小心一点，地滑，等下跌倒了。该小心的是妈才对，那个心机女靠不住，我有卖罐头，肯定站得稳。幸好哥不是娶那个心机女啊。什么是心机女？就是那种机关算尽，凡事以利益为主的女人。她的招数，我这个旁观者看得最透彻，骗得了全世界，骗不了我的。胡说八道！你看，这次宋雅回来，不但在那个慈善晚会上赢了面子，还成了我们钟家的大贵人，啊，一石二鸟，而不是三鸟才对。第三只鸟呢，就是哥，他现在把哥带走，射鸟去了。人家帮过我们，你别在背后议论他。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情分不在，心意在。就是啊，人家聪明本事也招惹你啊。他是太聪明了。哎，卖罐头，这个模范榜样你最好不要学啊。哥哥的朋友我都喜欢。卖罐头，你到底有没有危机感的？弟弟，你做什么？我要教你怎样保住正宫的宝座。弟弟，这个是什么？别动！是不是你给的头发？你别玩我的产品，专心听我说。你到底知不知道那个宋雅是谁？哦，他就是那个哥哥生病的时候离开哥哥的人。Very good。难怪哥哥跟他抱抱。就这样啊？喂，你到底在越南吃什么长大的？只吃酱油吗？不吃醋啊？什么醋？这不是重点。哇，你到底听得懂人话吗？那个点是什么？那个点就是宋雅，你的情敌。弟弟，你不喜欢他，他是坏人。说坏也不是坏，就是特别宫心计。在电视剧里，这种女人肯定是狠角色，你再不清醒一点，肯定斗不过她。我可以跟他做朋友。她才不屑跟你做朋友啊！她连我都瞧不起了，肯定不会把你放在眼里。我们是一伙的，我撑你，别让她抢走我哥。他抢走哥哥，我不会生气。哥哥喜欢他，哥哥开心，我就开心。你在讲什么？你以为我们在古代啊，可以有3妻4妾啊？我和哥哥不一样，我们不是那种老公老婆。啊？那你们是什么种老公老婆？我是说，他认识哥哥很久了，我才认识哥哥几个月。可是你才是正宫娘娘，她不是。你不用怕她，敢去对付这个狐狸精。弟弟，你觉得他还喜欢哥哥吗 ？Hello， 你刚才没有看到啊？他看到我哥，还慢慢走向他，抱着他，还流着口水。
你受伤了？哪里？哥哥，你在外面跌倒吗？下车的时候不小心。你朋友的车很美很大，可是跟taxi不一样。以后你下车的时候要小心。弟弟讲你朋友很聪明，妈妈也讲，她说她在裁缝店帮很大的忙，跟哥哥一样聪明。她已经不是我的女朋友了。那哥哥，你还喜欢她吗？我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。哥哥，你不要担心，我可以跟你还有他3个人坐下来，我们要好好跟他讲，我们不是那种老公老婆。我说过了，我们的事情不准让第3个人知道，以后不要再提了。哦，我去丢垃圾。离开你越远，我越忘不掉。睡醒之后，我把不想记得的东西都忘了。可是我忘不掉。别碰我！对不起。一觉醒来，我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不是以前的我，所以不要再跟我说以前的事了，好吗？就算不提以前，难道你就真心满意现在？真心满意和一个跟你没有感情的人过一辈子吗？嗨，请坐。给我清水就好。经纪人说你要单独见面，这是我的名片。什么意思？这份是刚拟好的代言合约，看看有没有兴趣。 1年50万薪酬，
嗯哼，签约3年，成为我们 Blue Snow 的亚洲区域代言人，有兴趣吗？非常乐意。不过这份合约有个特殊要求，如果你能接受 ，Blue Snow 才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大家庭。什么条件？撤诉？为什么？这次诽谤诉讼，你有绝对的胜算。就算闹上法庭，我也有把握帮你得到最大的利益。你现在放弃很不理智。不用了，谢谢你们宝贵的时间，律师费我会照付。你需要再考虑吗？不需要，我马上就要签约跨国公司的代言。合约写明不允许艺人牵涉任何法律诉讼案件，我不想打官司了。周小姐，恕我冒昧，请问是哪一家跨国公司？不能透露，只能告诉你他们的总部在美国。萧颂雅。我以为我自己来早了，没想到你比我更早。怎么样？看见这里的装潢，满满的回忆吧。你约的午餐，我选的地点，你来点菜，我来请客。那怎么行？这顿饭必须由我请客。撤诉的事，谢谢你。我公司物色亚太区代言人 Bella， 本来就在我计划里。至于帮市民解围，不过是随手在合约多列一条要求，顺水人情，不必谢我。怎么说都行。50万的代言费，真的只是顺水人情吗？你了解我的原则，我从来不做亏本生意。Bella 有她的价值。好。那裁缝店的事，不会也是顺水人情吧？本地能搬上台面的匠人，除了你爸，还有别人吗？我推荐安口街订单，是真心诚意的。至于后来补上的那批旗袍，我用不错的价码成交，是赚钱生意。现在，你还想谢我了吗？所以这顿饭的名义，不能说还债那么俗气了，必须是我们2个久别重逢、浪漫的约会，对吧？一样的半熟牛排，我们的最爱。记得念书的时候，大家都说我们的个性很像。我以为我做的这些事，不用说你也会懂。可能在病床上躺太久了，很久没有揣摩人心，脑袋变得不机灵了。可是，在我心里，你还是以前那个聪明能干的你。
所以，我很肯定，你和你现任太太并不合适。你说过你喜欢聪明的女人，她很难跟你同步。我也走不快了。没有了他，我寸步难移。人嘛，有时候需要重重的摔一跤，才会慢下脚步。我知道要你重新接受我需要时间，不过我可以努力证明，以后的路只有我适合陪你走。我乐意等你离婚。这一次呢，真的是多亏了宋雅。找一天呢，我们请她来家里吃顿饭，好好的感谢人家。刚才哥哥已经约他出去吃大餐了。你懂什么？宋雅帮了市民，又帮了裁缝店，是我们家的大贵人，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谢了就算？当初宋雅抛下世界一走了之，我好像骂她骂得有点过分。现在想想，也只能够怪我们自己的儿子没有那个福分。感情的事没有对错，缘分已尽，不能勉强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，不是应该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吗？你看她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律师夫人。女人贵在男人穷困潦倒的时候，仍然陪伴他左右，而不是飞黄腾达的时候才回到他身边的。那需要打个金牌来奖励她吗？芳草和我们相处这么久，别告诉我他在你心目中一点分量都没有。马来西亚寄来的东西，麻烦签收。你签一下。郭师傅家人送回来的布料，这么多？以我们师傅做旗袍的速度，我看这些布料要放到发霉了。小弟来帮忙。我来吧，我大力。我行。哎哇！看你老骨头了还要逞强，弄伤了又不能做旗袍了。看看一下没事哪里受伤。爸爸，我来。把它放在地上。没事。看一下。没事。还说没事，剪刀都提不起来了。我都说了，年纪一大把，手又抖，眼又蒙，还做什么裁缝？干脆就退休好了。好了，不查了啊，好了。哎，儿子回来啦！宋雅怎么没有跟你一起进来坐一下？他还有事先走了。哥，你的数学最好，来看看这些账单。什么账单？做100件旗袍的单，布料赊账，还有马来西亚师傅的裁缝费。哎，我怎么说还是少了一笔钱，我们的裁缝店还不了债。订单接不成，当然亏钱哦。那怎么办？那个 Anita 本来是要出钱买下我们的旗袍的，你爸呢就硬要把旗袍送给人家，人家富太太钱多的是，你呢就是爱逞强。爸，还差多少钱？我帮你补上。哎，其实周转不来的话，我们可以把马来西亚师傅做一半的旗袍把它做好，然后放上网促销便宜的卖，这样就不需要掏腰包垫钱啦。你的网站啊都是年轻人在看，这些古董他们怎么可能看得上？如果卖不出去啊，你爸肯定会很失望的。好啦，不要再谈这些了。裁缝店的事我自己会解决。我累了，我回房休息。
刚才还说累，大半夜还跑出来吹风。睡醒了。我知道，你是听了我刚才说的话，心里不舒服。我道歉，我认错，可以去睡了吗？我没有怪你。你曾经也微风过，那个时候，你一天可以缝好一件旗袍，妈也夸你有天分。如果换成是以前，那100件旗袍你肯定可以应付的。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我本来以为老了还能够坚持工作，就不会给孩子带来负担。唉，谁知道现在一个要帮我扛债，另外一个又要帮我在网上卖。唉，我这个老头子的裁缝店真的是一个大麻烦。应付不来，计划退休就好啦。到了我们这把年纪，身体健康就是孩子最大的福气。唉，累了，去睡吧。你先去睡，我想多待会。这套家私，我看你应该也不要了吧？如果对方要，我给他留下。妈妈，这个人是做什么的？同行，也是房屋中介来看店的。你师父要把裁缝店给顶让出去。顶让出去，是卖掉的意思吗？哈？为什么要把店卖掉？累了，不做了。好，就这样了。老板娘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好好，谢谢你啊，劳师傅，慢走啊，谢谢。爸，你为什么要把裁缝店卖掉？上次我生病的时候，大家都叫我别太劳累了。我老了，就算接了订单也没办法完成，还要麻烦大家帮我收拾残局。那件事已经过去了，你还是不开心吗？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喜欢旗袍了，唉，再坚持下去也没用，应该放手了。可是我很喜欢旗袍，还有来买旗袍的人也很喜欢旗袍啊。我们老人家的心情你怎么会懂呢？到了我们这个年龄，谁还想那么辛苦的工作？我觉得老人家可以做工是很厉害的，就好像爸爸会做旗袍是很厉害的。来，给我吧，我去给王太太送旗袍去。哎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哥哥，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。说，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？身体快点恢复。怎么了？我在想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最大的心愿，好像我的就是要找到妹妹，带她回去越南。爸爸的应该就是做旗袍。可能吧。不是可能，是一定。爸爸说要卖旗袍店后，我就没有看过他笑了。我觉得他不开心。是吗？爸爸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会害到别人担心，他觉得老人不应该害人。爸爸喜欢旗袍，可是家里没有一个人喜欢，所以爸爸觉得他自己做错了。可是我想了很久，我觉得年轻人有年轻人喜欢的东西，老人也可以有老人喜欢的东西呀，没有错啊，对不对？你说的对。
所以我要帮爸爸做很多盘扣，让他知道我也喜欢旗袍，给他加油。有用吗？我不知道有没有用，可是不可以什么都不要做。爸爸是好人，我不要他难过。哥哥，10点半了，你要睡觉了，来，我帮忙你。你睡觉，我关灯，我去外面坐。不用了，今晚开灯睡觉。哥哥，你又有开灯病了吗？是啊，继续做吧。哦。睡不着的人逃避着的情绪很撒野。嗯？假装洒脱的人，谢谢你。等待着谁了解。不用客气，哥哥。睡觉该背是应该的。辗转难眠，不停在翻阅。笨蛋。爸爸，我有东西要给你看。你一个晚上做了这么多啊？嗯，你觉得这个盘扣配这个旗袍好看吗？我不厉害选颜色，所以就特地多做几个给爸爸选。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能够凸显这款旗袍。还是爸爸厉害。对了，你妈给你买了牛油面包，过去吃吧。哦。以后裁缝店关了，这些盘扣都浪费了。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一点都不浪费。我用时间努力做的，学到的都是我的。爸爸，你一定还很喜欢旗袍，要不然随便把店卖掉就好，为什么还要卖给会做旗袍的人？我做不成，可能别人做得成啊。如果一个东西很难就不做，那就不是真的喜欢。可是如果你明明知道那个东西很难，还坚持要做到底，那就是真的喜欢呢。爸爸，你做旗袍很难，可是都已经做了这么多年，不是吗？如果你做旗袍的时候会很开心，那为什么不要继续做呢？我约了买家签合约。钟师傅，这合约签一签，办好手续，裁缝店就归他的了，你就可以正式退休了。爸，别签。不好意思，裁缝店我们不卖了。芳草说你还没有吃早餐，鸡蛋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以前都是你帮我们剥鸡蛋，咖啡也是你帮我们倒的。现在我们长大了，换我们替你做。裁缝店我们不卖，好吗？人老了，就是负累。你爸想做一个懂事的老人。还记得小时候，你常常问我和世明，我们的志愿是什么？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我知道你们最喜欢吃半生熟鸡蛋，等一等啊，爸爸弄给你们。
你的。告诉爸爸，你们将来长大打算做什么？我要打功夫做英雄。我不喜欢打架，我要做律师，把坏人都送进监牢里。很好，无论你们打算做什么，爸爸都会支持你们的。吃。如果没有当年你的坚持，现在我就不会是律师了。我很崇拜认真做事的爸爸。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做旗袍，这次换我支持你，就像当年你支持我们一样。芳草说，再小的星星也会努力的在黑暗里发亮。裁缝店这颗星星在这个世道可能微不足道，但是我看到你的坚持，因为你做旗袍的时候，眼神都会发亮。这么久以来，只有我觉得坚持是对的，可能我是错了呢。没关系，你不是要跟妈妈去上海找奶奶吗？好好放松，上海也许有你要的答案。哥哥，裁缝店来了几个人，他们是外国人，要做旗袍，我听不懂他们讲什么。我们马上回去吧。空花盆一定要倒过来放，不然积水会滋生蚊虫的。最近社区有骨痛热症案例，我们不在，要更加的注意哦。哦。妈，一大早就别碎碎念了，蚊子都怕你了。少废话，联络你姐了吗？联络了，姐和姐夫会直接从海南岛飞到上海密你们。裁缝店你就放心吧，芳草会帮你看着的。还说，弄得我像千古罪人，全世界都支持你，只有我在唱反调。快上车，要迟到了。你记住啊，店里如果有顾客来，我知道，先量身，然后选布，然后留电话，等你回来。对了，师傅、徒弟说好了没有？上车吧。我们走了。注意身体啊！拜拜。拜拜。哥哥，妈妈不在，等一下我做越南菜给你吃。好啊。我忘记珊珊找我，我要去她的家。那你认得路吗？嗯，我去过。等我回来，我就煮给你吃。哇，好好看哦！大伯果然是大师级的裁缝师。如果我穿这件旗袍回去学校做 presentation， 肯定会加分。大伯答应借我吗？嗯，他讲 OK。啊，太好了！我还以为大伯还在生我们的气。爸爸不会的。那我就松一口气了。其实我爹地当天已经后悔得要命，他回来之后一整天没有睡觉，可能也知道自己过分了吧。爸爸是好人，他每次跟我讲话都小小声的，也从来没有骂过我，所以我觉得那天的事，爸爸不会生气。我真的很羡慕你啊！如果我以后结婚，有一个像大伯这样温柔的家翁就好了。爸爸的人真的很好，没有人相信我的时候，他相信我，还教我很多很多，所以我很喜欢爸爸，也很喜欢这个家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的爸爸也是这样对我跟妹妹的，可是之后他就不见掉了。现在有大伯疼你也是一样啊。我来新加坡交了很多朋友，也喜欢旗袍，大家都对我很好。如果以后要回去越南，我一定会很舍不得你们，尤其是哥哥，他真的帮忙我很多。堂哥呢是高冷型，他很少骂人，也很少疼人。可是啊，他就是疼你，疼我。哦，对了，我
我差点忘记，我不可以留在这里太久，等一下我要回家弄越南菜给哥哥吃。那你现在教我吧。 OK。我的毕业作品呢要做旗袍，做传统旗袍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？这个边，爸爸讲这个边最重要。这边吗？哥哥，你去做一下，很快就可以吃了。哥哥，不要丢，这不是垃圾吗？这个可以拿来种木瓜。我们这边不种果树的，木瓜都是买的。在越南，我们把木瓜种在地上，以后就有木瓜吃了。哥哥，如果你每天帮我浇水，以后拿去卖钱，我分你一半。这个房子是我家的，种在这里的果树自然也是我的。如果你的木瓜真的卖钱了，钱也是进我的口袋。就算不进我的口袋，你也得还租金啊。我都没有想到，哥哥你就是聪明。哥哥你这么聪明，一定很多女孩子喜欢你。当然，不过我都不理他们的。女孩子喜欢不是好事吗？读书的时候，我觉得照顾人很烦，我不喜欢照顾人，所以我喜欢聪明的女孩子。不过，她们大多数都不及格。弟弟说你的女朋友很聪明。我跟哥哥不一样，我喜欢照顾人，就像照顾你一样，我觉得不烦。不知道是谁一直给我添麻烦，到底是你照顾我，还是我照顾你？那哥哥，你就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说你不喜欢照顾别人，可是你一直照顾我。我不是对每个人都一样的，谁叫你笨，我看不惯罢了。哎，我肚子饿了，好了没有啊？哥哥可以吃了。你这么久没有消息，我还以为你挖到金矿不回来了。哦，我的越南亲戚去世了，我回了老家一趟。你终于肯回越南了，我还当你是缅甸人了。谁说的？越南国旗的星星我纹在这里，星星在，我在。安买买，龙南爱越南。我才信你这么爱国啊！哎，快20多年没回国了，这次回去什么都变了。连认识的朋友啊都没几个。你是奸商，奸商没有什么朋友，也是很正常的。我可是有良心的奸商啊！我就算骗过你，也没有占过你的便宜啊。对哦。哎，这条不错啊，这条真的。这条找得好辛苦啊。哦。哥哥，帮我看我手肮脏。是珊珊吗？不是。红杨花。哥哥。
是吧？欧阳华，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，你们认错人啦！我没有认错，是你。如果你不是我们要找的人，为什么看到我们就跑？现在这么多神经病，我怎么知道你们拉住我干嘛？你不是本地人。刚才芳草叫你越南名字的时候，你有反应？我是缅甸人，我不懂越南话，我怎么可能有反应？你不信可以去问人啊。这栋大楼大家都叫我缅甸花。你骗人！你是侯阳华，我没有认错。没关系，他说谎，我们可以向熟人问。龙中秀的老板欧阳龙，你应该认识很多年了吧？你们有生意来往，买卖单据白纸黑字可以作证。你叫什么名字，什么背景，查一查就知道了。我现在打电话叫他下来认人。啊，不用打了。我是火焰花，可以了吧？你们到底要怎样？你是侯阳华，你把我妹妹抓走，你把她带去哪里？我哪里抓你妹妹？你骗人！越南的人都讲是你抓走我的妹妹，她现在在哪里？你带她去哪里？哥哥，她抓走我的妹妹，她不要跟我讲她在哪里，我们带她去警察局。我们换个地方说好吗？真的是你带走我的妹妹？以诱骗和拐带的方式，将受害人带来新加坡，已经触犯了刑法第363条拐骗罪。我没有拐骗儿童，是你爸爸叫我带走的。你骗人！我的爸爸很久就跑掉了，你要怎么讲都可以。他赌钱，欠下了一大笔赌债，求我帮他把女儿带走。你以为我很想做这种事的吗？你这个坏人！你这个坏人！你乱乱讲！你这个坏人！坏人！你乱乱讲什么？坏人！我这一辈子只做过这么一次的亏心事，我就再也没有面目回越南了。你以为这么多年离乡背景，我很开心吗？我只不过想帮朋友而已。是你爸害我的，为什么还要我坐牢？因为拐骗是刑事罪，不管你以什么理由犯法，在新加坡都要被判长达10年的有期徒刑，甚至鞭刑。我爸爸不会这么做的。我的妹妹在哪里？你现在告诉我她在哪里？妹妹在新加坡过得很好，你不要来打扰人家了。这件事我们当作没有发生过，不要再提了。不可以！我要找我的妹妹！我的妹妹在哪里？你现在跟我讲我的妹妹在哪里？我要找我的妹妹！你跟我讲她在哪里？哥哥，我们带她去警察局，我要给她去抓了！她不要跟我讲我的妹妹在哪里，我给她抓！哥哥！小星星眨眼睛，1、2、3、4数不清，想家时一抬头就感应。小星星放光明，在夜里指引，无论多远家都在心底。陌生的城市里有熟悉的背影，找寻同一种